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披萨，先和面吧。中筋面粉、盐、橄榄油、用温水把酵母化开，这个酵母的用量不是很多。加入酵母水。和成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，发酵之后呢，它会变得更软。休息20分钟，回来揉面，揉到表面光滑，也就是几分钟的样子吧。你可以多加一点酵母，1-2个小时之后呢，发起来就可以做披萨。那样的饼皮吃起来软软的、香香的，有一点像普通面包的感觉。点一点橄榄油，室温发酵24小时。我家的温度是21摄氏度。室温长时间发酵呢，这个面会酸，闻起来还会有酒味儿，是很重的那个老面的味道。如果你是想要介于这2个之间的口味呢，就把面团放到冰箱里隔夜发酵。第2天面团是这个样子的，大概揉一下。然后分成4个小面团儿，拉出光面儿，放到烤盘里继续发酵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呢，它变大了一些。取一个面团，用4个手指头和大拇指均匀地拉这个面团的边缘，中间的部分因为有重力，自然就拉开了。你可以这么一直拉，把它拉成你想要的大小，或者你也可以用2个手交替地甩它，会更快、更均匀一些。如果用擀面杖把它擀开的话，那个气泡就会被擀出去了。放到纸上稍微调整一下。我今天做3个口味的披萨。第一个是传统披萨，西红柿用罐装的，就是去皮的西红柿，其他啥也没有，把它打碎就行。不建议你用超市里新鲜的西红柿，如果不在季节的话，你很难买到味道比较好的。而且这个披萨呢，又全都是靠西红柿来提味儿。撒一点点盐，放上我们昨天做的奶酪，新鲜的罗勒，Parmesan cheese 就是一种比较硬质的奶酪，味道比较重一些，用它来提味儿。最后撒一点橄榄油。放到烤纸上烤，比你给下面撒玉米粉会方便很多。你尽量不要把它放到冷的烤盘上烤，因为奶酪是熟的，如果热量是从上面通过奶酪到达面团的话，那么等面团烤熟了，奶酪就糊了。但是如果你是降低温度，那么烤的时间会太长，面皮丧失水分就会很硬。所以烤披萨的热量一定是从下面到达面团，而且要把它迅速烤熟。通常用到的方法呢是披萨石头，发酵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把石头放在烤箱里预热，用烤箱的最高温度，我们家是288摄氏度或者是550华氏度。温度到达后，放入披萨烤5到6分钟，然后开启烤制功能，烤1分钟。烤披萨的温度比较高，多烤1分钟都会糊得很厉害，所以最好在烤箱旁边盯着。
我们要的是这种面皮上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深焦黄色，不要担心面皮鼓起来的地方会烤糊，那个轻轻一撕就掉了。面皮上这些焦焦的斑点呢，更能够增加它的香味儿。很多人都会跟你说啊，这个披萨的面团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但是比面团更重要的是它的烤制方法。第二个，我们来做小朋友喜欢吃的奶酪披萨。我其实更喜欢用做意大利面的酱，这个酱呢，小朋友很喜欢，而且平时呢还可以用来做意面。这个是买来的奶酪，你可以全部都用白色的马苏里拉的奶酪，或者也可以加一点橘黄色的切达奶酪提味儿。然后上面可以放你喜欢的任何蔬菜和配料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食材尽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回温之后再操作。最后给大家看看我的杀手披萨。先准备一点牛排，不需要切得太薄。生抽和黑胡椒入味儿，稍微腌一会儿，用盐也可以啊，不过生抽的味道更香一点。先抹一点橄榄油，然后是蓝纹奶酪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它杀手组合了，因为用的是蓝莓奶酪，你懂的。然后放上牛肉、泡椒，同样的方法烤。出炉之后呢，点一点 balsamic vinegar， 就是甜醋。蓝奶酪、牛排、泡椒和甜醋都是很香，而且是后味非常浓郁的食材，好像不在一个重量级就不能同台比赛一样。你想不想尝试一下呢？哦，对了，给你看看这个披萨的饼皮，外面是很焦酥的，而且里面是非常的柔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